众所周知，通天教主门下有8大亲传弟子，分别是多宝道人、金灵圣母、无当圣母、龟灵圣母、赵公明、云霄仙子、碧霄仙子和琼霄仙子。这8人无不法力高强，修为都已达到大罗金仙境界。其中云霄、碧霄和琼霄组成的超级女子仙人组合三霄娘娘，实力更是已达到准圣境界。但先有人知，元始天尊也有2位亲传弟子，这2位亲传弟子的实力不逊于截教8大亲传弟子。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燃灯道人，燃灯道人的实力放在8大亲传弟子中，可能只是中等水平，但论资历和地位，8大亲传弟子望尘莫及。燃灯道人早在太古时期便已得道，拜师元始天尊前，便已是一位修为高深、法力高强的仙人，所以元始天尊从不把他当普通弟子看待，和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更值一提的是，元始天尊对燃灯道人极其信任，自己闭关修炼时，常让燃灯道人代理主持教务，甚至还替他传授12金仙法术，所以12金仙不称燃灯道人为师兄，而尊称他为老师。也正因如此，燃灯道人享有阐教副教主之美誉。纵观封神世界，天道圣人之下，能官至副教级的弟子，有且只有燃灯道人一人，所以称燃灯道人为圣人之下第1人毫不为过。封神之战后，燃灯道人的成就也非常高，他弃产从佛，投奔新生的佛教集团，被如来尊为燃灯佛祖，位列西方第1佛。在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，燃灯道人是阐教是主要人物，地位比姜子牙等阐教众人要高出许多。他在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最出彩的部分，就是协助姜子牙等众人一起破10绝阵。燃灯道人负责总指挥，一个个的将仙家们派出去破阵，地位十分重要。但是外界对燃灯道人的评价都不太好。燃灯道人在收服大鹏时有虐待动物的倾向，虽然一开始大鹏是想吃掉燃灯道人，但是也不至于这样对待他。大鹏吃了燃灯道人幻化为馒头的珠子，心肺俱被锁住，得知真相后想吐也吐不出，然后就被燃灯道人给牵走了。还有他对自己的坐骑也不太好，在与赵公明一战中，赵公明的金蛟减落下来，他独自一人逃跑了，留下了他的坐骑梅花鹿被剪成2段，下次出场时又换了另外一只梅花鹿。燃灯道人在阐教中虽然相当于副教主的地位，但其实说话还不如南极仙翁管用，这就导致了他在阐教上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。于是他在最后选择了叛教，去掌管西方教，成为一方的教主，即后来的燃灯古佛释迦牟尼的师傅。元始天尊的另一位亲传弟子是南极仙翁，相比燃灯道人的大名鼎鼎，南极仙翁可谓默默无闻。不过他在影视剧中名气很大，不少封神影视剧并没有燃灯道人这一角色，却有南极仙翁。封神之战中，南极仙翁出场次数极少，也很少展露本领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实力究竟如何，但从红沙阵一战还是可以看出端倪。红沙阵是10绝阵第1阵，阵主是张天军，此阵威力无敌，即使人先冲入此阵，风雷运处，飞沙伤人，也会立刻粉身碎骨。哪吒和雷震子联手破阵，加上武王以圣君之身入阵护法，也不过几个回合就被张天军打败。经此一败，阐教弟子无人敢破阵，但南极仙翁主动请缨。结果如何？威力无敌的红沙阵在南极仙翁面前仿佛游戏地盘，气势唬人，却不能对他构成任何伤害。张天军用红沙攻击南极仙翁，南极仙翁不过把无火麒麟扇扇了2扇，红沙便烟消云散。最后红沙阵被破，张天军也被杀死。而杀死张天军并不是南极仙翁亲自动手，而是他的弟子白鹤童子。南极仙翁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。有人认为他的法力、根行和悟性都是1等1，整体实力比12金仙还高出一个层次，达到了一流大罗金仙水准。
封神之战后，南极仙翁的成就也非常高。在玉帝的邀请下，他加入天庭集团，被玉帝尊为南极长生大帝。南极长生大帝地位极高，堪比玉帝，乃道教六御之一。另外5位分别是为玉皇大帝、勾陈大帝、紫薇大帝、东极清华大帝和后土皇帝旨，负责统御万灵，普化众生。其在道教集团的地位仅次于三清。他不仅是天庭的核心成员，也是道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神奇之一。他的存在深深影响着天庭的方方面面，从决策制定到法力运用，都显现出他非凡的能力和智慧。在天庭中，南极长生大帝的宫殿坐落在一片灿烂的星域之中，被无数繁星环绕。宫殿的建筑雄伟壮丽，门前有2尊巨大的石狮镇守，象征着权威和威严。殿内装饰华丽，墙壁上挂着精美的绢画，展现着古代神话中的各种场景。在宫殿的中央，一张巨大的仙床安置于此，上面铺着细软的锦缎，周围摆放着各种奇珍异宝。南极长生大帝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仙气和神秘。每日清晨，他会在宫殿的广阔庭院中漫步，仰望着天空中的星辰，沉思着宇宙间的奥秘。他的身边常常围绕着一群忠诚的侍从和仙女，他们负责照顾大帝的日常生活，同时也是他传授道法的弟子。在天庭的重大庆典和集会上，南极长生大帝总是以一种庄严而神圣的姿态出现。他身着华贵的仙袍，头戴高耸的冠帽，整个人散发着威严而又祥和的气息。在这些场合中，他通常不多言语，但每一次他开口发言，无不引起全场的静默聆听。他的话语总是充满智慧，深刻揭示了天地间的道理，让听者受益匪浅。在天庭的议事大厅中，南极长生大帝也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者。他对天庭的各种大事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无论是处理天界的纷争，还是指导仙界的修行，他总能提出精妙的建议，帮助天庭走向更加繁荣和和谐的未来。此外，南极长生大帝在道教中的地位也极为重要，他被无数道教信徒崇拜和敬仰，他的教诲和法力被广泛流传。在许多道观和庙宇中，都设有南极长生大帝的神像，信徒们常常来到这些圣地，献上香火，祈求平安和长寿。南极长生大帝不仅在天界中享有崇高的地位，也深受人间信徒的尊敬。他被认为是长寿和健康的象征，许多人都渴望得到他的庇佑。因此，每当遇到重大的节日或庆典，信徒们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，来纪念和赞颂南极长生大帝。在这些庆典中，信徒们会献上各种贡品，如香烛、鲜花和果品，同时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和歌舞。道士们则会念诵经文，进行法事，祈求南极长生大帝赐福。这些庆典通常持续数日，期间充满了虔诚的氛围和喜悦的情感。除了他在天庭和道教中的影响力，南极长生大帝还对人间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许多诗人、画家和文学家都从他的故事和形象中汲取灵感，创作了无数传世的佳作。他们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对南极长生大帝智慧和慈悲的敬仰，同时也传达了对长寿和健康的向往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